如果你以为2026年的辉达只是一家卖晶片的公司，那你可能连自己未来3年怎么被市场淘汰都不知道。今天这支影片会彻底撕裂你的认知盲区，带你看懂黄仁勋刚刚在今年 GTC 大会上布下的惊天大局。表面上新闻都在报他跑去养龙虾，甚至准备上太空，但这场演讲背后隐藏的真实商业逻辑其实极度血腥。这是一场包裹在科技外衣下的残酷阶级洗牌，看到最后你会明白为什么你现在做的某个职业规划可能在3年后让你瞬间失去所有的阶级流动机会。就在刚刚落幕的辉达 GTC 大会上，全场最震撼的关键字不是什么算力翻倍，也不是什么股价又创新高这种无聊的表面数字，而是黄仁勋亲口宣布的4大魔幻亮点。第一是他竟然推出企业级的养龙虾 AI 代理平台 NemoClaw。第二是辉达晶片正式通过辐射认证进军外太空。第三是下一代架构 Feynman 与全新 CPU 宣告诞生。第四则是高达1兆美元的代币工厂终极愿景。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些东西离你的生活很遥远？你可能觉得上太空或养龙虾跟你的薪水袋毫无关联。喝口水。接下来的逻辑可能会有点烧脑，也听起来很扯，对吧？但事实就是这么魔幻。我们把时间轴稍微拉回来看这一场资本大草原的猎杀。现在所有矽谷科技巨头在会议室里真正害怕的危机，根本不是对手又发布哪一款大型语言模型，他们真正恐惧的是底层作业系统的全面洗牌。你以为黄仁勋口中的养龙虾只是一个玩笑吗？这个被称为 NemoClaw 的开源代理平台，其实就是未来企业与个人专属的 AI 作业系统。黄仁勋直接宣告未来的软体公司全都是代理型企业，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你熟悉的点击与搜寻都会死掉，未来的电脑界面不再需要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你的专属龙虾助手会自动帮你规划任务，甚至执行决策。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辉达要用养龙虾来包装这个极度严肃的商业战略。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隐喻背后的深刻意涵。龙虾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褪去旧的硬壳，这种过程被称为脱壳进化。NemoClaw 的前身原本被称为脱壳机器人，这完全象征企业必须勇敢脱去陈旧的软体架构，才能在 AI 时代长出更强壮的数位盔甲。这不是一次温和的软体升级，这是一次必须经历撕裂痛苦的产业脱壳期。如果你不主动脱去旧壳，你就会被困在过时的系统里窒息而死。这是一场从检索型运算到生成型运算，再进化到实体与代理 AI 的残酷演化。如果你所在的公司还没有制定这套龙虾战略，那你们就像是拿冷兵器对抗机关枪一样可悲。当你的竞争对手已经配备全天候不知疲倦的代理系统，你却还在要求员工手动整理报表与回复客户邮件，这种效率上的降维打击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承受的致命伤。我们来看看这背后撑起宏大愿景的财务数据。去年市场预测辉达2026年的 AI 晶片需求大约是5000亿美元，但黄仁勋今天直接把数字翻倍拉高到1兆美元。到2027年，全球基础设施的需求将突破这个恐怖的天文数字。这不是单纯的营收预估，这是资本世界最无底的黑洞。微软和谷歌这些巨头只能不断把现金砸进这个深渊，因为谁敢停止买晶片，谁就会在未来的 AI 军备竞赛中出局。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俄罗斯轮盘。所有的科技巨头都被绑在这列高速狂飙的算力列车上。再看看供应链里头那些瑟瑟发抖的硬体制造商，专为代理 AI 打造的 Vera Rubin 平台已经进入量产阶段。最可怕的是，这套超级电脑能实现100%的液冷能效，他们用摄氏45度的温水进行循环液冷。我们往深处挖，看看散热技术的产业革命。以前的资料中心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超级冰箱，耗费无数的电力，只为了吹出冷风来冷却伺服器。但新平台采用的是高温循环的水冷技术，这代表冷却水离开晶片时甚至高达60-70度。这些废热不再被当作垃圾排入大气中，而是可以直接被回收，用来供应城市的暖气或是工业制程。这彻底翻转整个资料中心产业的传统散热视角。传统冷却机台不再是数据中心的标准配备，这代表辉达不仅颠覆运算产业，他们甚至悄悄把手伸进能源回收与基础设施的利益分配里。光是这个架构就能帮全球数据中心省下大约6%的电力。6%听起来好像不多，对吧？但你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上全球算力巨兽的总耗电量，那是一条足以让好几个国家破产的能源大动脉。那些传统靠卖大型空调给数据中心过活的散热厂，如果跟不上这种温水循环的技术转型，明年的财报就会直接迎来雪崩式的衰退。三星已经拿下第7颗晶片的代工大单，整个硬体供应链的利润正在被辉达用极致的效率榨钱。台湾的供应链伙伴虽然能分到一杯羹，但底层的话语权已经完全被辉达这个霸主给牢牢掌控。为什么辉达敢喊出2027年1兆美元的产值？
我们必须把视角下探到他们苦心经营20年的护城河。这条护城河的名字叫做 CUDA 开发生态系。20年前没人看好这个燃烧资金的疯狂计划，但如今这套系统就像是把全世界的开发者全绑在同一艘战舰上。黄仁勋把 CUDA 形容成推动加速运算的巨大飞轮，从底层硬体到模型开发，再到各行各业的落地应用，你只要想碰 AI， 你就绝对绕不开这座高墙。这套系统支撑金融、医疗和工业等无数产业的运转。辉达早已不再是一家单纯卖显示卡的硬体供应商，他们是一座掌握未来数位世界呼吸节奏的帝国。我们看到全新推出的 Nemo Cloud 被视为一种全新的电脑形态，传统的作业系统负责管理硬体与应用程式的沟通，但这款代理平台负责管理的确是人类的意图与 AI 的执行力。当所有人都在惊叹这只数位龙虾的聪明才智时，资本市场看到的是未来所有企业软体都要重新写过一遍。这是一场规模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软体大换血。就时代的软体巨头如果无法适应这套全新架构，他们的市值就会像冰块放在烈日下一样瞬间蒸发。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对这次 GTC 大会陷入疯狂，因为他们看到一条清晰无比的财富转移路径。这笔钱会从那些固步自封的企业口袋里源源不绝地流进代理型软体公司与辉达的财报中。这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现实。如果你也看懂这个可怕的阳谋，帮我点个订阅。我们这群少数清醒的人继续往下看。刚刚我们谈完商业层面的血腥厮杀，现在我们要潜入更深不可测的物理学极限深水区。你以为黄仁勋宣布进军太空只是为了制造新闻噱头吗？大错特错，这其实是辉达在挑战袭击生命的物理边界。这次登场的晶片系统已经通过严苛的辐射认证，他们准备把强大的算力直接送上卫星轨道进行影像处理。为什么辉达非得上太空不可？这背后其实是一场争夺全球数据制高点的星际战争。未来的自驾车与无人机网络需要毫秒级的全球卫星通讯，如果影像处理还要传回地球的伺服器，那总延迟是绝对无法被接受的。所以辉达直接把算力推向低轨道卫星，让每一颗卫星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缘运算节点。这就像是在地球外围包覆一层由矽晶片组成的大脑皮层，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疯狂基础建设。但这里隐藏一个极度硬核的物理学难题。在地球上，我们习惯用空气流动来带走晶片发出的废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对流与热传导。但是在接近真空的外太空，根本没有空气可以流动。太空环境缺乏热传导的介质，只能完全依赖热辐射来散热。这就像是你把一颗全速运转的火炉丢进绝对真空的保温瓶里，如果没有极度顶尖的散热工程技术，这颗晶片会在几秒钟内把自己烧成一团废铁。辉达的工程师为此彻底重构系统冷却的底层逻辑。这不只是为了解决几颗卫星的运算问题，这是为了应对未来地面算力中心即将面临的热力学崩溃。伴随 AI 模型的参数规模呈现指数型爆炸增长，摩尔定律早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黄仁勋本人也不断强调摩尔定律已经彻底失灵，我们无法再靠缩小电晶体来获取免费的效能红利。每一次算力的跃升都在挑战人类材料科学的极限。当晶片的发热量逼近恒星表面的微观状态时，我们必须寻找全新的散热途径。为突破这个困境，辉达端出次世代的 Feynman 架构并整合名为 ROSA 的全新中央处理器。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当物理极限变成一堵高墙时，辉达选择直接把这堵墙给撞穿。他们不再迷信单一晶片的效能神话，而是把几万颗晶片串联成一个巨大的算力生命体。这背后的数据传输延迟与频宽极限全都是建立在光学传输与量子力学的精密计算上。当你看懂这层物理学的狂暴突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其他竞争对手根本追不上辉达的脚步，因为别人还在思考如何刻出更细的线路，辉达已经在解决外太空与量子层级的散热问题。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令人窒息？喝口水，深呼吸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整场演讲最让人头皮发麻的终极推演。我们要把视角从冰冷的晶片拉高到人类文明演进的维度。黄仁勋在演讲中抛出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叫做代币工厂。他直言，未来的资料中心不再是存放档案的地方，那些我们熟知的云端硬碟与资料库都将成为过去式。未来的运算中心会变成一座座日夜不休的代币制造厂。什么是代币？这里指的不是虚拟或币，而是一切人工智慧思考与行动的最小单位。每一次 AI 的推理，每一次决策，每一次内容生成，全都需要消耗并产生庞大的代币。未来的世界，每一家公司都会被迫思考同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提升自家代币工厂的生产效率。因为在未来，人类的智慧极限将会由这些代币来定义与增强。这是一场文明等级的认知外包。我们把分析、归纳与决策的权利交给这些算力巨兽。未来区分穷人与富人的标准不再是你拥有多少存款，
而是你能够调动多少代币来为你的生活与事业服务。当自动驾驶车迎来专属的 ChatGPT 时刻，当机器人雪宝可以透过实体 AI 理解物理世界的运作规律，这代表 AI 已经长出感知实体空间的神经网络，人工智慧正式从虚拟的荧幕里爬出来，开始接管现实世界的每一个物理节点。那些死守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公司注定成为祭品。这波科技浪潮引发的骨牌效应会无情地斩压所有迟疑的人。谁能掌握最强大的代理系统，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造物主。你以为你只是在看一场科技发表会，但实际上你正在见证一个全新物种的诞生。这是一个由吸积晶片、鱼眼算法构成的平行认知文明。而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该如何在这种将为打击中生存下来？你是要继续假装这一切与你无关，还是立刻开始学习如何与这些数位龙虾共生共存？这一场从晶片散热到文明重塑的史诗级巨变，正在以我们无法理解的速度吞噬旧世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犹豫要不要拥抱 AI， 也不拥抱 AI 的代价就是被这个时代彻底抛弃。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剧烈的财富重分配，而这次的重分配将会比工业革命还要猛烈100倍。你的大脑如果无法升级成具备龙虾战略的作业系统，那你在这场资本猎杀中就连当韭菜的资格都没有。最后我想问荧幕前聪明的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当未来的软体全部变成具备自主意识的代理人时，当世界上所有的决策都能由代币工厂高效率完成时，你现在拥有的哪一项核心技能是绝对不可能被这些算力巨兽给取代的？欢迎在下方留言区面对现实写下你的答案。我是点点思维，我们是少数看透商业本质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